各位同学，大家好。在前面，老师曾经跟大家讨论过简谐运动的定义，还有简谐运动跟等速率圆周运动之间的关联性。那这一节课，老师要跟大家来讨论做简谐运动物体它的 xt、vt 跟 at 函数的长相。首先，我们再回忆一下老师在前面讲过的，一个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在直线上的投影是相当于简谐运动。让我们再看一次，这个黄色的点点是做等速率圆周运动，它的投影呢是这个绿色的方块。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黄色的点点绕圆周一圈的时候，这个方块呢会从右端点跑到左端点，再跑回右端点。让我们仔细看。好，所以呢，一个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绕一圈所需的时间，也就是圆周运动的周期，跟这个投影做简谐运动的周期是一样长的。那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到过，做简谐运动的物体，不管是位置、速度或者加速度，其实都等于这个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的投影。也就是说，这个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的投影就是简谐运动物体的位置，它的速度的投影就是这个简谐运动物体的速度，它的加速度的投影就是这个做简谐运动物体的加速度。那我们现在呢来做比较仔细的这个函数的推导。假设现在有一只蚂蚁，它在做等速率圆周的转动，那它的角速率大小是 omega， 它的绕转半径这个长度呢是 r。那同时我们假设它从 r0这个坐标点呢开始，然后逆时针转动。好，那当它转了 t 秒的时候，这只蚂蚁会转多少角度呢？好，我们知道角速度的定义是1秒钟转多少角度，对不对？好，那假设1秒钟转 omega 的角度，那么表示 t 秒钟应该转多少 omega t？ 对，好。那因为它的绕转半径是 r， 所以现在它的影子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把它投影下来，影子是不是在这个黄色的点点的位置？好，那我们呢，把它看这个绿色的三角形，也就是说，它的影子的位置函数 x of t 现在应该等于 r 乘以 cosine omega t。好，同学记得 cosine 函数是斜边分之邻边，好，所以这个水平位置，这个影子的位置，现在 x 值是等于 r cosine omega t。好，那接着我们想要讨论，那如果它的影子的位置函数是长这样子的话，那么请问你这个影子的速度，也就是说这个做简谐运动物体的速度函数 v of t 跟它的加速度函数 a of t 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好，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影子的位置函数是 x of t 等于 r 乘以 cosine omega t， 对不对？好，那这只蚂蚁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会有一个切线速度，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切线速度的大小 v 是不是等于半径乘以角速度？这个式子还记得吗？好，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的切线速率 v 是不是2πr 除以 t？那 t 分之2π是不是 omega？所以我们曾经导出一个式子叫做 v 等于 omega 乘以 r， 就是它的切线速率，对不对？好，那我们已经知道呢，这个切线速率、切线速度，它的投影量，好，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做简谐运动的物体的速度。所以看这一根切线速度的水平投影量，其实就是这个做简谐运动的物体的在这一个位置上的速度。好，那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是 omega t， 这个角度也会是 omega t， 所以这个速度的投影量是多少？是 r omega 乘以什么 sin omega t， 对不对？好，所以记得这个物体现在在 t 秒的时候，它的瞬时速度就等于这一条黄色的箭头，它的值是 r omega 乘以 sin omega t， 因为是角度的对边。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函数为什么会多一个负号呢？这是因为在这个图里面的速度是不是指向 x 方向的负 x 的方向，所以我们给它一个负号。好，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我们从这个速度的投影量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投影的速度函数。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加速度的投影来找到这个做简谐运动物体的加速度函数。我们知道一个做等速率圆周运动的物体，它一定有一个向心加速度。那同学还记得向心加速度里面有一个公式是什么？ AC 等于 R 欧米伽平方。如果忘记的话，再回去前面的讲次里面看一下向心加速度的推导。好，也就是说呢，一个质点呢，如果它要做半径 r 角速度 omega 的等速率圆周运动，那么它需要的向心加速度是这么大。好，那我们已经知道呢，这个物体的加速度的这个物体的做简谐运动物体的加速度，其实就是这个蚂蚁的向心加速度的水平投影量。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是 omega t， 这个角度也会是 omega t， 所以它的水平投影量应该是多少？ r omega 平方乘以什么 cosine omega t， 因为它是邻边，对不对？好，所以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个物体呢，现在在这里，那么它的加速度函数现在是 r omega 平方乘以 cosine omega t。那一样，为什么要加一个负号呢？因为在这个图里面，现在物体的加速度是指向负 x 轴方向。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得到，如果这个做简谐运动的物体，它的未知函数长成 x of t 等于 r cosine omega t， 那么它的未知函数就会长成负的 r omega 乘以 sin omega t， 加速度函数就会长成负 r omega 平方乘以 cosine omega t。好，那同学怎么样观察这三个式子的关联性？好 ，x of t 如果是 cosine 的函数，我们发现 v of t 是什么 ？sin 的函数，然后 a of t 呢又变 cosine 的函数，这个第一个要看仔细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 v of t 呢跟 x of t 来比呢，是不是丢出 omega 出来？对不对？好，那 a of t 跟 v of t 来比，是不是又
多丢出一个 omega 出来，所以就变成 omega 的平方。好，那这里出现负号呢，其实啊，同学如果到大学以后学了三角函数的微分，那很自然这个就会出现这些负号。不过我们在高中里面呢，这个负号我们就用图来对应导出来就可以了。好，请同学稍微对这三个式子有印象。好，所以啊，同学记得蚂蚁的位置，它的投影量就是影子的位置；蚂蚁的速度的水平投影量就是这个影子的速度；蚂蚁的向心加速度的水平投影量就是这个做简谐运动物体的加速度。